你沒有房子，你什麼都不是。政府從頭到尾在幫助有錢人，都在獎勵有屋主。所謂的記住在你有房子才能談生意。你不是贏家，你也不是輸家，你沒有家。因為像前幾天我有到台北市去某知名的猛鬼大樓，光線非常的昏暗，那手稍微舉起來一下，我就碰到那個天花板。楼高很壓迫。对，楼高非常很压迫。这棟大樓當年就是有發生過火災，有一些可能無名氏在裡面往生了。後來他們的牌位放在這棟大樓那個樓層的。再來就是我坐電梯的時候，門自己就開了。你敢相信嗎？在台灣哦，居然有房子送你都沒人要。那我扣零，我想要。到底哪一些房子是連投資客他們都不願意去買的呢？今天我們就特別邀請到了最狂投資客帥過頭帥大哥。大家好。那行走的 GPS 嚴博士阿貝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知道嗎？現在呢，全台的低度使用住宅在2025年哦，比率竟然高到10.43%，比起2024年的同期增加了1.11個百分點哦，更是創下了近15年以來的新高，是歷年來的史上次高。台灣居然有將近1成以上的房子是低度使用的狀態。那個低度使用是這樣，有時候有錢買個金山萬里度假過境嘛，後來就低度使用。第二種是買預售屋買過來。隔個2、3年我再去裝潢，這不就空下來嗎？裝潢好了，我這一間再來賣，這一間再賣的1年過程，它還有空屋，所以這是換屋主人為的空屋。我像我們投資客，我都買過來換5年，不一定出租。對，因為我預售屋買過來，只要他租過人，他賣的時候價格比較低。會折舊嗎？對，所以我有時候選擇過來一進來5年再賣，中間的過程是空屋。然後它的價格是會比較高，所以那是人為的空屋，空屋有很多種形態。你自己啊，在買賣這間房子的时候，有沒有哪一些物件看起來是蠻划算的，但是你自己不會想要入手？第一個不方正，好比說丟樓3塊錢，畸零地啦，畸零地你要推蓋要蓋四方形，房子最好賣就四方形。對，啊，你要是照着地形蓋的話，就梯形、三角形，我不買。第二個，你一進去，它有貼山海證。貼符咒，我不知道你什麼問題，我一看我就不買。我幹嘛要聽你解釋？你要故事房子那麼多，這個我不買。第三個就是以前是宮廟，神跟人是一樣，他認為那是他的房子。我曾經賣過一個宮廟的公主，她生病死了，她女兒回來第一件事情就請人把她宮廟的都請走，对，然後就交給我們中介賣，就帶20幾個人，就禮拜5團看。進去再繞一圈，立刻出來。馬路那一邊是劉公金，我就在劉公金幹吐。氣場不對。他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賣嘛，因為你幹嘛這麼多人來打擾我？那我就直接下面這個房子不賣了。是，所以阿北你也跟帥大哥一樣嗎？我自己是蠻注重格局的，但是其實這個格局不是說我們房屋內部的格局，而是說我們社區的規劃，這個大樓它整體的一個格局。各位知道台南火車站附近，台南非常非常知名一個大樓哦，它的這個格局是怎麼樣的？第一個，你進去你會發現說它的冷氣竟然是在下面的。它的冷氣是在電視櫃的旁邊。對，它的冷氣是在下面。再來就是說整個大樓的一個格局，一個扇形，它是一個扇形，比如說扇形、弧形、圓形，那甚至還有一種比較特別的是方形。如果是在社區大樓裡面有一個類似天井這樣子，大家要特別小心。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啊？蠻多的凶宅哦，有蠻高的一個比例，大概都是這種狀況。這種我基本上比較不太碰。比較出名的是在高雄左營的海金建築。因為它不能看海港，因為國家機密，所以它蓋成這樣彎形的，裡面就不是方正。另外一個陶朱隱園，它由上往下拍，停機場是四方形，下面是扇形，要腳架吊人行。大部分的基地是長條形或四方形，你要是有圓形或拱形，我認為都不好。比較就是噪音或者是感覺悶住。對，那我再特別講一下說，因為像前幾天我有到台北市去某知名的猛鬼大樓，我們那時候一去哈，奇怪，我們一開始門口都會有管理員哦，但是我看到那個管理員呢，他不是管理員，他是一個歐巴桑。後來我側面才知道說，好像有非常多家的物業公司都不願意，不太敢直接進驻到這個社區大樓裡面，就是說他們可能是沒有管理員的狀態，但是又需要有一個人在門面在那邊顧。好，那進去之後呢，光線非常的昏暗啊，我大概手稍微舉起來一下，我就碰到那個天花板。樓高很壓迫。對，樓高非常很壓迫。再來就是我坐電梯的時候，電梯有稍微頓一下，
那我覺得好，那就正常，沒有關係，因為我們要上去到10幾樓。為什麼我到6樓的時候門自己就開了？開了之後，我看到那個走廊上面貼的是叉叉會館，是情色產業嗎？不是，是這棟大樓當年就是有發生過火災，有一些可能無名氏在裡面往生了。後來他們的牌位放在這棟大樓那個樓層的某個角落。這樣就在那個自己打開的那個樓層，對，就在自己打開的樓層。神秘的力量。对对对，好，那我們上去之後嘞，就是真的都很暗，蠻像迷宮的。對。然後我們在走到走廊那邊的時候，我就聞到很重的一股臭味。我有問記者，我有問攝影，你們剛才有聞到臭味嗎？他們全部都說有。而且重點來了，我跟記者跟攝影3個人，我們進去出來之後，3個人都頭暈。那我們最後想說，好來，我們就到頂樓去。到了頂樓去，我發現一件事情，頂樓竟然蓋了一間廟。哪一個社區的頂樓會蓋廟？正廟還是陰廟？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廟，我連進去看我都不太敢進去看。對，後來記者回到了公司之後，他賴我說，為什麼我的聲音突然變成粵語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尚華，非常開心大家喜歡下班去你家這個節目。可是團隊告訴我說，其實還有7成的你們還沒有訂閱哦，歡迎大家趕快來訂閱我們風傳媒的頻道，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吧。這樣的話，在這邊該是9啊，這個3個中間行情搞實講，那就賣掉出去。這樣，在這邊該是9啊，這個3個在這邊該是9啊。你完全不會講廣東話嗎？我怎麼不會講廣東話？我只會講國語、英語、台語，其他話都不會講。連記者在現場問我的那個聲音，都不是那個女記者本人的聲音。那可以這樣子進到店員身上談話。但是如果他的嫁衣賣給他得漲做對，基本上凶宅這種類的，就是格局比較差的，可能會有點玄學啦，科學無法解釋就玄學了。凶宅這種東西我們就比較盡量不碰啊。帥大哥，我跟你講，其實啊，阿北去的這間啊，我以前早期還在電視台的時候，我主管完全沒告訴我這間的來龍去脈，就叫我去現場。我們的採訪車哦，把我載在前2個路口。就把我們放下來說，我沒有要靠近，你們自己進去，也是很不舒服以這一棟的行情來講的話，它的租金有稍微便宜一點點。這些年來房價漲很多，但是它漲價的幅度沒有像一般的房子漲得那麼多。像我自己在附近也是有房子嘛，我當年可能買一坪40幾萬，現在已經漲到快差不多100萬了。那可是像這種房子，他們當年買的人可能是買在20幾萬，那現在也差不多漲到40、50萬。這一棟社區它大概有300戶左右，就有将近30戶在做出租，陸續的接手性其實沒有那麼高。那你說這個套房大概租多少？這個套房如果說在10坪的話，大概是在9000到12000左右。那誰要租啊？附近上班的人租。剛剛聽起來就是阿北，你覺得八字不夠硬，不想買凶宅。你隔壁這位啊，是1年買了500個凶宅的男人。帥大哥，你怎麼敢買啊？我常常跟中介買過來才知道是凶宅。怎麼可以這樣？那不是都是要我应該怎麼做？我是不是要去訴訟？你會訴訟嗎？不，我就不買啊，我也不敢買啊。漂亮，你要給我錢，我才會教你。多少錢？我現在協會都收3萬6。什麼？各位不跟你收錢，不可以訴訟。為什麼？因為訴訟是不是代表你知道了？你再賣是不是要告知？你不訴訟是不是代表你不知道？這樣很没良心啦！我不能這樣子，还不告知別人對嗎？我現在沒有訴訟，代表我不知道嘛？不知道我就不知道賣掉嘛。法律上沒有在不知者無罪的哦。沒有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，因為我買過來他沒告訴我啊，所以我再賣給嚴博士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萬一告我的時候，他以後賣房子給我，我知道，我不會跟他買房子，我絕對不會跟他買房子。我知道而不說就詐欺，是用詐術使他人交付財物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告我的時候，我就把位置讓給他，夜位球場他告我上一手，跟我又無關。所以現在輪到一件事情，你到底要不要告？你告不一定拿得到錢，但是以後我再賣給他，我要告知。而有時候你就不知道，不知道就不要告，對，就賣2%的房子，累積那麼多年了。無形中有很多這種房子，但你不知道你也住得很安心啊。我老實告訴你，這不知道你就住得很安心，還有左右鄰居都不會講。但是帥大哥，你在買這些凶宅啊，他買的購入的這個價格大概會是一般市價的幾折？大概6折7折。我買進來都6折7折，賣出去都8折。實話實講，我現在都沒有買，因為買不到。因為正常的情況8折賣得掉。那你整個那500間凶宅到最後你投報率多少？投報率凶宅原則上要放很久。我們一開始可以短期買賣的時候，我們就用出租。
告知凶宅有住戶，凶宅賣有一個訣竅，絕對不能空屋，所以要叫人家來住。對，因為空屋你很難賣，你就是凶宅又裡面又沒人，陰森森的自己在門口看一看，還有那怕就跑走了。假設3房，你盡量不要同住一個家，凶宅你就告訴他就住在小房間，自己住不要錢嘛，套房就住5000，旁邊雅房住4000，不就9000了嗎？那個本來12000，我就打6折租給他，我租到7200，他這已經出9000，他租不要錢了。就是這個所以他不會講。不就6個人嗎？很多人主網廳看看，客廳看看，就很有人氣。所以我告訴你，凶宅，你一進來看很多人，你沒有感覺到害怕。假設這個房子空下來賣給你就好，但是小怕。什麼搞什麼啊？我買房子都沒看啊，你就怕？天哪！我不敢進去啊！中介都沒告訴我，我也不知道的情況之下，我就不會講啊。你告訴我，我就一定要賣給這個租客。各位是賣給租客，他為什麼要跟你住？他窮嘛。窮鬼不怕死鬼。那第二種不碰的呢，是地上權的案子。正常的房子隨着時間的增加，它理論上應該是要慢慢的稍微有點增值的。但是地上權完全不是這麼回事，它的這個效益會隨着它的這個屋齡年限的部分會逐漸的一個降低。第三個會比較跟大家比較想的不一樣，很多人會喜歡買新房子。我自己個人我不喜歡買太新的房子，想要住稍微新一點的話，我的建議是你要買5到10年的房子，因為你買前5年的房子，很多的建商他可能公設都還沒有點交的情況下，你付了這麼多的錢，那公設比可能又比較高，建商跟第一屆的管委會可能都還在互告，所以很多的公設其實你是不能去碰的啦。正常如果說公設點交有瑕疵的話，你拖個5到10年，理論上這些瑕疵應該是已經要有做改善了，所以我認為5到10年是相對比較適合。這個是我講的說，如果你還是要住再新一點的，但是如果你想要稍微價格再低一些，那你可以接受屋齡再稍高一些的話，我最推薦的其實是買10到15年的房子。為什麼呢？2024年的時候，我們房屋稅2.0又繼續，原本是說我們各地方政府自己去調整我們的房屋標準單價，這也造成了各地的房屋稅開始慢慢的激增，一直到2024年。房屋稅的这個改革的，後來就是變成全國歸戶。我們房屋稅呢，從原本的1.5到3.6變到2到4.8，所以我們的持有成本呢又大幅的提高。各位觀眾，如果你對於這個持有成本你是非常非常在意的話，我非常的建議你大概就是買屋齡13年、14年、15年左右，這個你的房屋稅一定會很低，因為舊屋跟新屋大概就是從2014年、2024年這2個年限開始去算。那當然，我們剛剛有提到嘛，就是呢，阿北你會最建議大家可以買這種比較5到10年的新古屋。我自己其實也是走這個流派的。我前2年啊，就在台北看到有一些新建案，在小巨蛋這麼精華的蛋黃區預售開價是1坪135，但我都覺得還行然後就先打電話去問他的公設比，我一聽到我就直接說謝謝，就不用再聯絡了。公設比49%，所以其實我現在身邊有很多的朋友就會覺得說買中古屋還不錯，因為至少呢，我不用好像把我的錢都投在公設裡面，我裡面實際就是大坪數，而且搞不好以後等個幾年會都更啊，這是不是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？都更都沒有可能性的啊，因為你面臨忠孝東路大馬路，白痴來看都知道，它都更以後是36樓。因為旁邊就蓋36樓，所以你以後也能蓋這樣。但是你都看得出來，那這一排的4樓，建商一定買一間。我是建商，我一定買一間寫我兒子名字，寫我兒子或者我老婆名字。10年來經過30個建商折衝，我就知道哪32個人好談，哪3個是釘子屋，我就知道了。我其中一個嘛，我建商要買這一間，我就卡你50年，反正最後都跟你不管怎麼談，我都收集到情報，最後只有我，因為我不會同意。建商卡位比感情屋卡位還更可怕。所以建商自己先超前部署在裡面卡位。大馬路他看得到嘛，中間包過來行情多少他就買，加一點他還買。這有可能是30年後、40年後，他建設公司蓋了一間房子。所以你卡位就出租嘛，建商有錢就跟你玩嘛。假設這個45有2個建商卡位，那永遠這輩子不用談。現在沒都更，你就買過來等都更，等20年好了，72歲。公寓的72歲是怎樣？我認為不是現在漏水，就20年後一定會漏水，水泥會催化，結構會弱化。等都更不如等地震啊！那你租給租客，萬一樓倒了呢？租客自己包走啊，對屋主獎勵很大。
2年前基代大直倒下來，25個裡面有5個租客，包啊寬快的，平均給你坑邊啊可以自己走了。那房東很可憐嘛，沒東西租嘛，很可憐，補貼4萬5啊。補貼他36個月，還要給他容積獎勵。他房子那一邊6年來成交是2000萬那一棟大樓，在改建完了以後7000多萬。哦，所以請注意，所謂的技術爭議，有房子才能談爭議。那個租客呢？當時壓死是他，不是房東。對，沒有被壓死，冰箱拿着，你可以去旁邊找房子，他沒有補貼你房租。我們不要再講人力道德了。各位，所謂的技術正義就是有房子才應該談。我現在有公寓，他認為我都年紀大走不上去，給我安裝電梯，還給我拉皮，還給我結構加強，收我幾百萬。自己那30歲買不起房子，我連1毛錢都沒有給你。但是那個屋主太可憐嘛，這間房子2000萬，我把它拉皮完了只3000萬嘛。所以我們都在獎勵有屋主，你有房子才跟我談技術正義。政府從頭到尾在幫助有錢人，你們這一些人，我們打房地產，打黑心投資客，你們覺得很爽，有掌聲那就好了嘛。这既得利益者还要拿租客的錢去拉皮哦，他認清他。我也在幫大家一起罵投資客，然後這你會講我，但是你沒有房子，你什麼都不是，你不是贏家，你也不是輸家，你沒有家。重點來了，進來買房子，大家可以來關注哪一些地區算是現在比較低估，未來呢還有漲幅的地段呢？目前整個台北市來講，我個人首推中山。中山那邊的話，我特別選了一個，我認為它有稍微被低估。就是我們的捷運雙連站，印象中它大概是大同跟中山的一個交匯點。為什麼我特別選它？第一個是醫療的部分，在台北市通八達。它現在均價多少？如果是一般的預售屋，不是指標建案的話，我認為大概是一坪大概110到130左右，算是一個蠻合理的一個區間。第二個跟第三個區域，新北大巨蛋只剩下2個地方在選，一個叫做樹林。一個叫做淡水，我覺得比較稍微低估的，剛好符合這個樹林大巨蛋的選址的一個標準。首先講樹林，樹林本身有3個車站，再加上它未來會有捷運。樹林不管你是要去新莊，不管你是要去板橋，或者是你要過一條橋到土城，三鶯線通車，土城那邊、三峽這邊其實金漲了蠻多的，但是樹林這邊其實只要過一條橋就到土城咯，土城就可以直接接三鶯線咯。我認為樹林這邊它相對來講，我認為被低估，尤其是南樹林3家火車站南樹林，我覺得這2個站點嚴重的被低估。你從3家火車站坐火車到台北火車站是在25分鐘上下，但是你說如果我們要從台北車站的四面八方到台北車站的話，半小時以內。撇除掉捷運的話，因為捷運我們知道是 A7 是比較便宜的地方，40-50萬一坪。可是如果你說你要更便宜，30幾萬的地方，只有3家火車站。所以3家火车站到這個我們的台北火車站大約是在25分鐘的一個車程。那你說那汐止也可以啊，汐止可能在10幾分鐘左右。但是各位你知道汐止的房價跟我們3家火車站房價至少差了1倍，一邊是30幾萬，一邊可能60、70、80萬。所以我個人蠻推樹林的，不管你是要隔一座橋直接到對面的土城，直接坐板南線。或者是說你要到板橋這邊去，或者是到你新莊這邊去，其實樹林真的是一個蠻方便的地方。第3個是淡水，淡江大橋通車了，會疏解掉我們大海新市鎮這個地區的一個交通擁塞的一個狀況。但是苦到的是誰？苦到的其實是沿線的一些交流道的部分。你要去比如說五股啊、新莊啊、可能中永和啊這些地方的交流道，其實大家的反應都是說，雖然我們到淡水去方便了。但是，尤其在假日的時候，那個時段其實都是擁塞，它是塞在不一樣的地方。可是大海新市鎮它比較特別的是，這些年來預售屋的房價它漲蠻多的。像我剛剛提到的，我的建議如果是買10年到15年左右的一個算是新股，稍微新，但是又有點往舊的那個方向去偏的話，它的那個單價可能一坪20幾萬、30出頭萬。對，所以我個人認為淡水這邊它是一個蠻特別的地方，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。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帥大哥還有阿貝，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。